其实这个蕨酱呢也是分的比较细的，有专门蕨海鲜的蕨酱，也有专门蕨肉类的蕨酱，还有专门蕨那个蔬菜的这个蕨酱啊。就是相对来说，我们今天做的呢就是万能的啊，就是这个酱基本上就是可以蕨一切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华人居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今天做什么呢？很多粉丝朋友说要做煲仔菜啊，我觉得冬天啊，其实最惹味儿的就是这个广东菜里的蕨包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蕨包的万能蕨酱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食材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感觉就是琳琅满目啊，瓶瓶罐罐放在这儿，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展示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需要海鲜酱120克，柱侯酱150克，这个黄豆酱大概在45克左右啊，酱豆腐也就是所谓的南乳也是45克，还有一个这种白色的白腐乳35克，然后我们的芝麻酱80克，还有这个桂林辣酱大概在20克左右啊，再要一点花椒酒，然后海米大概30克左右，蒜蓉这个是我们今天为了节约时间啊，我们先就已经把蒜蓉给切好了，大概25克，然后干葱蓉20克，冰糖大概也在25克左右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非常关键的，这是陈皮和香叶还有八角的这个水大概在100毫升左右，然后这个水呢是我们提前把这个香料放在一起，然后就加上水，然后我们蒸了10分钟出的这个香料水，待会儿我们用的时候我们把这香料给憋出去，我们只用这个水。好，那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香葱，可能今天的这个就是大家跟着我们视频记起来有点麻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最后把我们的这些配料克重，然后放在结尾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食材就是这样。好，顺势呢，我们加工食材啊，其实今天还真是也没什么好加工的。我刚才就大概又看了一眼，其实干葱蒜蓉我们都提前剁好了，这海米也要给它剁成蓉，待会儿我们就专门单剁一下海米。那我们先把这些酱都给它混合在一起。这是芝麻酱啊，80克的芝麻酱，其实原则上应该是芝麻酱和花生酱一样一半，但是我们确实这个怪我忘了买花生酱了，那所以我们就是都用芝麻酱，都给它混合在一起，这样待会儿我们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点。我们今天做的呢，相对来说算是万能酱了。其实这个蕨酱呢，也是分的比较细的，有专门蕨海鲜的蕨酱，也有专门蕨肉类的蕨酱，还有专门蕨那个蔬菜的这个蕨酱啊。就是相对来说，我们今天做的呢，就是万能的啊，就是这个酱基本上就是可以蕨一切了。甚至你吃过蕨包吗？秋冬季去粤菜餐厅。我靠，唰啦一下，它其实这个蕨这个字儿呢，其实我们也是入乡随俗啊，就说蕨，其实一个口一个啫喱的啫，非得要咬文嚼字，那就是啫包，就是要这个声音啊。食材放到这个烧好的这个煲仔里边，就是呲啦的，就是那个声音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是相对说稍微的调和一下，那我们放入一点花椒酒啊，这个花椒酒呢，我只能说适量。这个花椒酒的作用是要增加的香气啊，不要用料酒，到这个酱里边呢会有点酸。哎，你看，就我们这花椒酒陈年的，哇，这个滋味是真是非常好啊。好，搅匀，那我们就是给它放在这儿，就是静置一下，炒酱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。现在把海米要剁一下啊，这个海米呢，我们也是提前浸泡过了啊，把这个海米给它剁成蓉，剁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。给大家看一眼，放在码头里。好，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啊，马上回来。这个蒜蓉呢和干葱蓉呢都是要提前要先炸一下的啊。之前跟大家分享那个蒜蓉小龙虾的时候，我们说了啊，炸之前一定要提前拿水冲一下。为什么？甚至核黄素可以呀，你一个记忆力。这个核黄素呢，它不冲掉的话，它会发苦。那我们用清水把它冲洗一下。再回来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炒酱啊。这个蒜蓉、干葱蓉我们已经用水冲过了，然后并且挤干了水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炒锅烧热，我们还有这个葱啊，这个香葱我们就给它一开二就行了。炒锅烧热，然后倒入油啊，这个油稍微的要多一点点啊。我们要先炼一个葱油。好，这个油温稍微起来一点，来，我们先把这个香葱放进来，低油温放进去也没事啊。我们现在就是炼这个葱油，油温上来之后，来我们把火关小啊。如果大家要是嫌繁琐，其实这一步可以省略。为了让它的这个味觉更丰富，所以我们来加一点葱。这个葱基本上呈金黄色，甚至是有一点点黑都没事啊。这个季节这些树叶基本上变黄，然后到干枯。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独自感慨啊。这个葱炸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捞了啊。这个葱呢不要扔，其实我们来拿这个葱拌个面什么的也是非常好的啊。现在一定是要小火，我们开始炸蒜蓉。好，现在是低油温的状态，我们把这个挤干水分，用水清洗后的蒜放进去。
一定要低油温啊，这油温绝对不能高，油温高了它瞬间就会糊。这个蒜要炸到它略显金黄色，有一点点黄色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把它给倒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它还会持续加温，在里面要是你真的想要的颜色出来之后，应该会更黑一点。好，你看基本上已经全都浮起来了。来，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关掉，炸好的蒜蓉给它倒出来。来，就是这种状态，这是葱油、蒜油。你看一下我们的油，再给大家看一眼。这个锅呢，原则上要刷一下啊，但是我们为了节约时间就不刷了，我们用纸巾把它给擦干净。擦干净呢，就是现在我们刚炸完的这个油是很烫的啊，这是要注意安全。来，我们再把这个油给它倒回来。那我们现在开火，这依然是小火啊。来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干葱末、干葱蓉放进来。好，一定是小火。这个步骤和我们炸蒜蓉是一样的，把它的水分给炸干。炸干葱我们之前也炸过，我们炸那个红葱酥做那个台湾卤肉饭的时候，但是那个呢，我们是切成片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油很微妙啊，甚至炸完了之后，我们的这个油再放点猪油，真的就可以拌面了。甚至这个时候，我们再看一眼我们刚才炸的这个蒜，我们真的是陪伴式啊，真是陪伴式烹饪。你看过像我们这么和大家分享菜的没有？真的是我们不吝啬食堂，但是很多人就是诟病我们的这个食堂啊，有点伤心了。我真的是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菜完整的呈现给大家，就是尤其是像一些烹饪小白，让他们爱上厨房，复刻或者是做我们的这个菜给他爱的人。来，婶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干葱也浮起来了啊，看现在我们这个泡越来越密。来，我们关火，把干葱蓉也给它倒出来。还是放在这儿控油啊！现在我们需要把锅刷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来，这是我们这炒锅回来啊！现在我们往炒锅里面放一点我们刚才的葱蒜干葱油，这个油不用太多啊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依然是小火，我们要把我们刚才混合在一起的这些所有的酱来倒进来，来把它给和匀。现在我们这个香料水，我们循序渐进的放进来啊，我们先放一点。我们为了不浪费啊，我们把这个香料水倒进这里边，然后我们一会儿一点点的往这里放。就是炒这个酱呢，跟我们那个炒炸酱一样啊，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推动它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这个火稍微的大一点点啊，中小火，绝对是体力活啊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炒的不多，但是现在我们要不断的推锅，不断的旋转。厨师有多辛苦啊，婶婶？很辛苦，一定不能粘锅啊，尤其是炒这个酱的时候。哎。你吃过那个三不沾吗？感觉听过。对，这是鲁菜的三不沾啊。原来同和居的大厨，后来是黄记煌的创始人黄庚先生啊。我去他们家吃那个三不沾，他亲自炒了一次，真绝啊！这个三不沾是同和居的镇店之菜，不沾勺，不沾牙，不沾盘。其实这道菜呢也卖不上几个钱去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香料水都放进来了，继续一定要小火啊，就是我们。看一眼就是我们这个酱的这个状态，就还是偷懒了，就是提前我们没有把这个腐乳给碾碎。其实原则上这一些所有的食材，我们应该给它碾碎，或者是甚至用那个打汁机给它打碎。就是这样动作，甚至你知道要持续多长时间吗？不知道，至少半个小时啊，慢慢熬呀熬。这种状态我们还可以再加50毫升水。好，这个时候火力可以稍微的大一点点，也是要比中火要再小一点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又给它开到了小火啊，感觉一下，现在这个状态还是有点稠啊。我们再加50毫升水，小火慢慢熬。好，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海米放进来了，还是偷了一个懒啊。其实原则上这个海米呢，也应该拿油炸一下，我们没有炸就不炸了。海米放进来。增加它的鲜度，来再加50毫升，啊，现在就是多少了？150毫升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怎么样，婶婶？哎呦，出汗了啊！大概我们这个酱这种状态，用这种小火啊，大概有25分钟了吧，依然小火啊。来，我们刚才这个葱油，来我们。给它点润泽度，来，我们加3勺葱油。哇，这个酱太香了！
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冰糖加进来啊。这个我也是偷懒了，其实这个冰糖也应该蒸一下，把它给蒸化。随着这个冰糖放进来，让它慢慢的融化。最后，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炸蒜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炸的干葱，都给它放进来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摄影师感觉一下。我们的这个冰糖已经化了，就是大家在家里熬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啊，真的要有耐心。基本上现在这种状态，我们大概有小40分钟了。现在我们再尝一下，绝妙！尤其是这个冰糖加入了之后，它的回味是甘的，甘甜的甘啊。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单勺就是弄得感觉有点吃力的话，我们就其实也可以这样。这个冰糖加的太妙了，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做 XO 酱炒饭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过，其实我吃了很多那个 XO 酱炸的那个 XO 酱，最后都是我感觉是欠缺了冰糖的加入，它没有那个回甘的那个感觉。哇，可以了，成功了，摄影师！万能绝酱，这个味道我刚才其实已经试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稍微的开一下大火啊，其实这是我们全程大概40分钟、45分钟唯一的一次开大火。好，关火。好，我们把酱绝酱盛出来。哇，感觉这个直接拌饭也可以啊，甚至可以的。好，就是这种状态，晾凉以后就可以把它放进冰箱里。它这个咸度啊什么的，就是我们这种瓷勺基本上做一个菜，就是其实快2勺到2勺半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能不能吃一顿店，够呛啊，就看我们要做多少个绝菜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这个费时、费力、费功夫的万能的绝酱。成功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有了这个绝酱，我们就可以做绝一切了。好，那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